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上一个视频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从异国到团聚的漫长过程。这一个视频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我们在美国定居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OK， 那就是2015年底我从英国接你回来，我们一起来到美国，真的在美国开始定居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是的，那个准确的时间是2015年的10月底，我到美国来跟金鹿一起团聚。那当然第一件事情安顿下来以后呢，就是我开始找工作。这个找工作的过程给我真的是当头一棒喝呀，让我迅速的感受到了美国这边就业的巨大的压力。然后我就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还挺放松的，因为我觉得我从本科到读博士，然后之前又有博士后的工作经历，觉得我在美国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应该还是可以的，不一定会很容易，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最开始的那3-4个月我都还算比较 relax， 就只投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专业呀，还有方向啊，或者学校啊，然后重点呢也是集中在加州附近的这一些大学的职位。结果几个月过去了，颗粒无收啊，虽然说有一些回复，但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面试都没有。之后呢？之后那就没了办法，那就继续开始找工作呀。那刚才的那一段经历了，我都是集中精力找自己最喜欢的工作职位，其他的我都不投，非常的挑剔。但是接下来的这5-6个月的时间，小半年的时间，那我就开始扩大自己的投工作递简历的一些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呢，我基本上就已经是拓展到了全美所有的高校，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各大有科研机构的一些公司，包括这些什么苹果啊、谷歌呀，包括惠普啊、戴尔啊等等这些公司，他们都有一些科研相关的单位，我全都投。有出名的公司，有不出名的公司，有出名的大学，有不出名的大学，我通通都在投。在这个期间，我可能投了有我估计应该有150个职位左右，在这小半年的期间，中间也确实有几个电话面试啊，有那么1-2个 on-site 面试啊，但是最终很可惜都没有能够拿到一个 offer。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我的压力几乎是与日俱增啊。那个时候心情焦虑的心情是无比的焦虑。我记得有 Ohio 那边的工作，你有在面试，我有记得。对，那个也是其中一个面试，那个也是 Ohio 的一个governmental contractor， 他们也有一个科研机构，那边有做跟我相关的专业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确实也面试了，但是最终很可惜没有拿到那个工作职位的原因，并不是我面试没通过，而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美国国籍，光有绿卡还不行，所以又是无疾而终，让我白高兴一场。我记得当初好像我们都在设想，如果说搬到 Ohio 会怎么样。那个时候 Ohio 冬天那么冷，然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想在当初我就因为就是文武整个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他会投不同的地方的工作，特别是当开始有面试的时候，我就会在 Google 地图上去把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找出来，然后就去了解这个地方，然后就会想将来如果我们生活这个地方会怎么样，气候啊、交通啊，然后各方各面啊，就在自己的脑袋里面去开始想象。那这是第2阶段，有小半年，然后第3阶段那简直就是有点小小的绝望了，基本上就是16年的下半年，
从7月份到12月份这么5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病急乱投医了。这些我喜欢的工作，包括高校的科研职位、公司的科研职位，这些我都投，继续投，看见喜欢的就投。这其中我就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其中我就投了一个大学的职位，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回头我再细说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个是7月份投的，但是我投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职位，哎呀，好切合我个人的背景啊，但是我也没太放在心上，我就精心准备了这些简历然后投工作的这些需要的其他材料等等，我就准备好了投了，我就放到脑后了，没去管它了。因为像这样的职位我都投了不知道有多少，有好几十个，可能上百个都有，所以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我就继续投，然后因为这过去的这大半年有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颗粒无收，以至于后面这半年的时间，也就是从2016年的7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大量的投各种工作岗位，喜欢的也投，不喜欢的也投，甚至连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岗位，像一些什么9个月的 contractor 呀，或者12个月的 contractor 这种工作我都开始投了。但是这一段时间仍然是颗粒无收，虽然有一些面试，电话面试啊，好像也有一两个 on-site 面试，但是都是无疾而终。我记得还试图，因为我学计算机的嘛，试图在想文武能不能转成程序员，我们也去考虑了一下，然后也去调研了一下。是的，但是最终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觉得我读书读了10几20年，然后我这个专业也有了一定的积累，我应该还是要回过头来仔细的耕耘我的这个，充分的利用我的这个研究经历和学习经历，然后 build up， 在这个基础上呢，去在相关的领域去有今后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也开始open，给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比方说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联系到了加州大学摩萨德分校的一个教授，他有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岗位，就是所谓的讲师，所谓的 lecture， 但是这个跟国内的那个工作职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临时工作，就是去上2门课，但是我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去上课，我主要就是当助教的那种角色，去帮那2个教授去准备上课啊，去辅导学生，甚至有可能去带几节课这样子。但是这一段经历也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去跟教授更进一步的去在科研上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也能够持续的不断的有我的科研产出啊，在我的这个研究背景领域能够有不断的文章的发表啊，我记得仅仅只有半年左右的那个合作时间，我们就发表了有3篇论文。当然这个发表论文是远远的滞后于我们合作的时间了，所以那一段经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收获的，甚至这一段教学的经历对于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在当初面试的时候。那最后怎么峰回路转的呢？是啊，就是还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7月份我投了一个大学嘛，就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就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个职位。然后12月份的时候，我应该是12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学校发来要电话面试的通知，而且很好玩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去墨西哥的 Cancun 去度假了。对，因为整个这一年嘛，文武找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然后遇到了巨大的挫折。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出去散散心，然后我们就预约了这个Cancun，墨西哥Cancun的一个，在 Costco 上面购买了一个 vacation package，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玩了。是啊，非常好玩，我建议大家没有去过 Cancun 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一个面试，那正好他那个电话面试的时间就发生在我们度假的那几天，所以我那个电话面试实际上就是在 hotel 的一个会议室里边进行的。
还好那个会议室的网络也还不错，然后那个面试的效果也还挺好的，因为跟我的那个研究背景实在是太契合了，所以聊得也非常开心，进行面试也非常顺利。然后几天以后呢，我就收到了 on-site 面试的通知，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大概是我记得是1月31号那天的 on-site 面试，面试也是一整天，非常的累。从早上，我记得我当然是提前一天到的学校，然后从第二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整整13个小时的面试时间，就包含的内容和活动有几乎见了系里边所有的教授，大概有16、17个教授，然后也见了所有的 staff， 包括什么技术人员呐，包括办公室人员呢，也有好几个，然后也见了好几个学生的代表，大概也有7、8个，所以那天实际上我见了有几十个人，而且在整个的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要高度集中。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时的 seminar， 然后就在那 presentation 介绍我的研究背景啊，然后给大家讲讲，哎，我要是来了以后，我能够给这个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 expertise 啊，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啊，然后我能教一些什么课呀，等等。哎呀，那一天搞得我好累好累。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还有有几个教授就吃饭的那个环节，我记得当时有3个教授跟我一起吃饭，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饭店，然后聊了大概有2、3个小时。因为在饭店大家都知道也不是那么安静，所以也听得不是很清楚，也很累了。但是好在最终聊天的效果似乎还不错，面试的效果也还挺好。那天我就累倒了，一回到酒店，我立马就倒头就睡，连澡都没洗。是你一个人过来的，我没来是吧？对啊，就是我一个人过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然后又过了几天以后，我就收到了我们学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发来消息说，哎，你这个面试还挺好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条件吧，我们给你一些什么样的 package， 给你的多少钱，给你买设备，给你带学生，你要是同意，那你就那我们就 move on， 然后到下一步我们就开始签合同，你要是不同意，那我们就找下一个。那听他的那个意思，我当时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些面试者当中应该是排第1的，因为我接到那个消息实在是太快了，应该就是面试完了以后，他立马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收到这个消息是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就我记得我还跟金路在仔细讨论他谈的那些条件，说有花多少钱去买计算机设备啊，花多少钱去培养学生啊等等。然后我们就跟那个院长来回了有那么1、2个回合，最终我就考虑了2、3天以后呢，我就给了那个院长的答复，说愿意 accept 这个 offer。然后就一直等到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拿到了一个对3月份 offer， 对3月份的时候就正式拿到一个 offer， 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签合同了。然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你之前提到了那个在 Merced 工作的事情，那个地方我们在那儿，你在那工作了半年，对，然后我们就相当于17年的1月份就从硅谷搬家到了 Merced，在那边工作生活了半年，然后我还是在原来的公司原来的组，然后就远程在家办公。然后之后他接到 offer 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然后正式的17年的7月份，然后我们就搬家，又从 Merced 搬家搬到了圣地亚哥。我们正式搬家之前，我们还做了一次公路旅行，一路开车北上，在加州，然后到 Oregon 的波特兰，然后到西雅图，然后到温哥华，然后再一路开车开回来，差不多有2000多个迈，差不多有9天还是10天的时间。
那在整个这段时间，从英国搬家到美国，然后到你最后找到工作，我们又正式来到圣地亚哥。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你找工作当然是非常的痛苦啦。但是我还记得有一个苦中作乐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流行 Pokemon Go 那个游戏，然后我们两个都开始一起玩，在手机上玩 Pokemon 这个游戏。然后我记得我们经常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找这个 Pokemon， 对，还专门开车去10几个迈远的地方去，就为了抓那个特殊的 Pokemon。还是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有什么总体的感受吗？我觉得有2件事情我想分享一下，或者心情吧，想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我找工作有几个月以后，我那个时候找工作不是很顺利，然后心里面压力越来越大呀，心情可能变得也越来越差，越来越焦虑。那个时候周末呢，金鹿啊我们俩就去硅谷周边的很多地方去 hiking， 去徒步，去爬山。我们可能去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这种公园啊，然后徒步的路线呢，我记得有时候我们徒步时间还挺久的，从早上天刚刚亮一直徒步到晚上天黑，大概有10个小时的时间。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无话不谈，就是各种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全部都在谈，然后科幻啊等等。然后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说句实在话，我还挺感谢那一段时间的，因为我们刚刚同居到一起，我们以前就除了在北京的时候有少段时间短暂的同居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同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的那些交流啊，我觉得使得我们俩的关系，我变得更亲近了。我也的确是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交流，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觉得2个人虽然之前没有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就已经结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没有感觉特别多的需要磨合的地方。我觉得好像整个这个过程2个人非常的很自然而然的无缝就切换到了同居生活。我觉得那一点我还挺 surprise 的。那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正式团聚以后的生活，主要是徐老师在分享他痛苦的找工作的1年。对呀，那1年多一点的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这个黑暗不是指我的生活有多么艰难，而是我认为我读书读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有一些积累，结果我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那一种失落感，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所幸的是有金鹿的支持和鼓励啊，然后有我家人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能够坚持下来，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面试的技巧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一些可能会需要用得到的一些知识，比方说编程啊，我居然还学了一段时间的编程，那个时间你可以想象我有多绝望。对，然后所幸的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然后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欢、最满意的理想的工作。我们也来到了一个美国气候最好的地方。对呀，所以最终我们的结果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比现在更好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天意吧。对呀，天意让我们2个在一起，天意让我们来到了美国，让我们来到了一个气候最好的地方来定居。是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下一个视频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正在圣地亚哥定居，然后买房子，开始准备生娃这一段的时间的经历，我们下一个视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分享。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拜。